话说这大清乾隆64年正月初3，那位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爷驾崩了。您各位闭上眼琢磨琢磨，这嘉庆皇帝跪在灵前，手里攥着的那份陪葬名单，那哪是名单啊？那是乾隆爷临走前最后一次给全后宫、全朝廷下的终身成就奖发榜单。这地宫的大门沉得几千斤，可门里头躺着的5位娘娘，那都是从几千个竞争对手里杀出来的职场高管。您说这后宫3000佳丽，凭什么就他们能陪着主子爷万年不腐？是凭那张脸蛋，还是凭那股子拿捏圣心的手段？今天咱就撕开这盛世的画皮，带您看看这场跨越生死的末位淘汰赛，瞧瞧那些被乾隆爷带进坟墓的和被他弃若敝屣的女人，到底玩的是哪一出职场博弈局？话说这大清乾隆64年的正月初3，紫禁城里的红墙根底下，那一层层薄雪还没化透，透着股子钻心的凉气。您各位闭上眼琢磨琢磨，那养心殿里头烟雾缭绕的龙涎香还没散干净，可那位活了89岁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爷已经撒手人寰，奔了西天了。这万岁爷一走，整个大清朝的职场天平那是瞬间就变了准头。您瞧瞧，那新继位的嘉庆皇帝跪在灵前，哭的是昏天黑地，可这心里头啊，指不定正翻着一本最厚最沉的账本呢。这账本上记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疆域版图，而是那座早就修的金碧辉煌，跟人间宫殿没两样的玉陵地宫里，到底该让谁跟着这位老董事长一起躺进去，受那万世的香火，受那地底下的冷寂？这事儿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哪是简单的丧葬礼仪啊？这分明是大清朝最高规格、最残酷，也是最后一次的职场 KPI 终极考核。这玉陵的地宫大门沉的有几千斤，4道石门，9道神锁，那门缝儿里透出来的冷风，仿佛都在问一个问题：这后宫里头前前后后几百位种，拼了命的争宠，斗了一辈子的心机，到头来凭什么就这5个人能拿到这张阴间办公室的长期入职合同？咱们得把这视线往那幽深的地宫里头探一探。您各位瞧，那汉白玉的石床上，乾隆爷的金冠居中，稳如泰山，可那两旁一字排开的5口棺材，那才是这出戏的魂儿。这5位种，2位是名正言顺的皇后，3位是权倾一时的皇贵妃，这阵容往那一摆，那就是大清朝后宫高管层的满贯。你要说这就是因为皇上爱他们，那您可就把这皇家的职场想得太简单了。在这紫禁城里，爱是虚的，权是实的，这能进地宫的位子，那叫陪葬，换成咱们现在的操话讲，那就是老董事长临终前点名要带走的核心智囊团或者是形象代言人。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这第一层门槛就是所谓的出身与背景。那2位皇后，一位是乾隆爷的原配富察氏，那是满洲名门里的名门，打小就是按着母仪天下的标准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哪怕人走得早，这位置也得留着，那是公司的门面，是乾隆爷立起来的道德标杆。另一位呢，是后来生了嘉庆皇帝的令皇贵妃魏佳氏，虽说死后才追封的皇后，可人家那叫带资入祖，手里攥着接班人这张王牌，不让他进，嘉庆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可您再细瞧那剩下的3位皇贵妃，惠贤、淑嘉、哲敏，这3位的入选，那可就真得让咱们这些职场人惊出一身冷汗了。这不仅仅是看你生了几个儿子，更得看你背后的家族在这个职场里还有没有利用价值。那惠贤皇贵妃高佳氏，父亲高斌那是治水的一把好手，是乾隆爷手里最硬的一块砖，这种技术高官的家属，自然得给足了面子。您瞧，这进地宫的第一步，
考察的就是你的统战价值。换作是您，如果您在公司里只是个可有可无的透明人，没个过硬的后台，也没个能拿得出手的业绩，您还想进这核心决策层？那门槛还没摸着呢，估计就被发配到东陵的非园寝，在那大太阳底下晒着，跟几十号人挤在一个院子里，那才叫职场冷宫呢。咱们再往深里挖一挖这心里的博弈。这5位娘娘在地宫里的排位，那是差1寸都不行。您各位咂摸咂摸，生前他们在景仁宫、延禧宫里斗得你死我活，见了面恨不得拿眼神把对方给剐了，可到了这地底下，却得肩并肩、头对头的躺上几百年、几千年。这到底是恩宠，还是乾隆爷的一场恶作剧？这位实权老人，他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掌控，生前他要掌控这万里江山，死后他也要掌控这一方寸土。他把这5个女人塞在一起，其实是在告诉后人，也告诉这些女人的家族，你们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谁也别想跳出我的手掌心。这是一种极度自私的占有式管理。您看那地宫里的石雕、云朵、佛像、经文，刻的那叫一个精细，可在那精细的石纹里头，藏着的都是这些女人一辈子的战战兢兢。她们进地宫的时候，那都是金丝楠木的棺椁，里头塞满了稀世珍宝，可这些宝贝她们能带走吗？带不走，这些东西是给活人看的，是给大清朝的体面撑门面的。这种博弈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中，您难道不觉得眼熟吗？这就好比一家特大型集团公司，老领导退休了，临了，带走了几个他觉得最顺手的、最能体现他功绩的下属，去搞那个所谓的顾问委员会。那些被选中的人，表面上看着风光无限，实际上呢，那是被剥夺了重新择业、重新开始的权利，一辈子都得捆在那老领导的战车上。您说这到底是福气还是枷锁？在这场入职面试里，乾隆爷扮演的是那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面试官，而这5位娘娘则是通过了重重考核，牺牲了个人自由甚至生命，才换来这一张永久合同的打工人。他们得时刻保持完美的仪态，哪怕是在棺材里，也得符合皇家的礼法。这种职业素养的打磨，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疼。您各位再咂摸咂摸，这地宫的大门一旦合上，那外头的喧嚣，那权力的更迭，就跟他们没关系了。可他们留下的那个位子，却成了后宫里那些还没进地宫的嫔妃们眼里最红的果实。大家都在盯着，谁能成为下一个？这种末位淘汰的压力，让每一个活着的女人都不得不拼了命的去揣摩那个男人的心思。乾隆爷哪怕是一个皱眉，一个咳嗽，在他们眼里都是关乎职场生死的信号。这种环境下的生存之道，那就是把自个儿活成一尊没有温度的石像，精准的像个闹钟，老板喜欢什么样，我就得是什么样。您看那孝贤皇后，为了当好这个白月光，一辈子省吃俭用，连个珠翠都不敢戴，只戴通草绒花，这不就是最极致的人设经营吗？所以说啊，这玉陵地宫的入职面试，其实在他们进宫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不是等死后才选人，而是这几十年里的每一分每一秒，乾隆爷都在拿着那柄无形的标尺在量。量你的家世，量你的听话程度，量你能不能给皇家开枝散叶，更量你在这个职场里能不能永远保持那份低眉顺眼的顺从。这5位能进去，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维度上都达到了乾隆爷那个近乎变态的完美要求。您说，要是换作是您，在这高压锅一样的职场里，您能稳住吗？您能为了那个死后虚无缥缈的陪葬位子，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填进去吗？这5位娘娘里头，那位最早进去，也是乾隆爷最念念不忘的白月光富察氏，她在这场博弈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他真的是像史书上说的那样温婉如玉，还是说他才是那个最懂职场生存，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无法超越的规则制定者的高手？咱们这回书讲到这儿，得先留个扣。您各位先喝口茶，顺顺气，想一想，如果一个女人为了让老板记一辈子，不惜拿自己的命去当赌注，这到底是图个啥？咱们下回书就带您揭开这位白月光背后那场让人心惊肉跳的名誉保卫战。话说这玉灵地宫里头最稳当、最扎眼，也最让后世那些个职场人琢磨不透的位子，准保是属于那位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的。您各位上座，咱们把这时光的大磨盘往回拨一拨，拨到乾隆13年的那个春天。那年头，大清朝正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候，可谁能想到，就在那东巡的龙舟上，这位正宫娘娘乾隆爷心尖上的白月光，竟然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撒手人寰了。您各位咂摸，这事儿在那时候的紫禁城，那不亚于一家如日中天的跨国集团，最核心的创始人之一突然撤股了，这摊子活谁来接？这规矩往后怎么定？更要命的是，这位富察氏走的时候才37岁，正是个女人最有韵味，在职场上也最能压得住阵的年纪。可她这一走，不仅带走了乾隆爷半条命，更是给这玉灵地宫定下了一个谁也迈不过去的职场天花板。咱们常说，这世上最难打败的对手，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狠角色，而是那个已经住进老板心里，成了永恒标杆的前任元老。富察氏就是这么个人。您瞧瞧，自打他走后，乾隆爷那脾气就像断了线的鹞子，满朝文武，谁要是敢在这位皇后的丧礼上出一点岔子，那轻则是丢官罢职，重则是人头落地。这哪是在办丧事啊？这分明是在给全天下的人立规矩。在这个名为大清的职场里，富察氏就是那个唯一的不可撼动的企业文化内核。咱们得把这显微镜凑近了瞧，看看这位富察皇后生前到底是靠什么，把自己活成了乾隆爷一辈子都走不出的迷魂阵。您说她漂亮，后宫里最不缺的就是嫩得出水的脸蛋。您说她能干，这后宫管账、理人、平衡婆媳关系，那是皇后的基本功。可富察氏最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玩的是一手出神入化的白月光管理术。您各位看看史书里的细节，说这位娘娘平时生活极简，不爱戴那些沉甸甸的金银首饰，就爱戴个通草做的绒花。您各位咂摸，这那是没钱戴珠宝啊，那是故意演给乾隆爷看的。乾隆爷是个什么人？那是出了名的爱面子、爱排场，可他骨子里又觉得自个儿是那个守成之君，得勤俭节约。富察氏这就是精准捕捉到了老板的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心理，他把自个儿活成了一面镜子，映出来的全都是乾隆爷想看到的那个贤德、质朴、不争不抢的完美形象。这就好比一个职场高管，哪怕手里握着亿万预算，平时却坚持坐地铁上班、吃盒饭，这姿态摆出来，老板能不感动吗？老板能不觉得你是他这辈子唯一的知己吗？这种人设经营，那是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定力，差一分、错一秒，那都得崩盘。可您要是觉得这富察氏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那您可就大错特错了。在这地宫的位子里，他能稳坐主位，靠的可不只是温柔。咱们得聊聊这背后的家族溢价。富察家族，那在大清朝的职场版图里，那就是一只巨无霸的原始股。他的弟弟傅恒，那是在军机处说一不二的人物，他的侄子福康安，那更是被乾隆爷宠得跟亲儿子似的，甚至有传闻说那就是亲生的。您瞧，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富察氏在后宫用柔情拿捏住乾隆的软肋，傅恒在前朝用武功撑起乾隆的江山。
这姐弟俩一内一外，把这大清职场的红利是吃得干干净净。所以啊，当富察氏躺进玉陵的那一刻，他带进去的不仅是那些金银财宝，更是富察家族长盛不衰的保险单。乾隆爷为什么对他念念不忘？那是对那段创业初期纯真岁月的怀念，更是对这个能给他提供巨大情绪价值和政治支撑的合伙人的最高致敬。您再想想，这富察氏死后的那几十年里，乾隆爷一共去了他的陵寝多少回？那可是成百上千次，每次去还得写诗，写的那叫一个凄凄惨惨戚戚。可您换个角度想，这何尝不是一种高端的职场破？乾隆爷通过不断的怀念这位完美前任，实际上是在给后来的那些继任者，特别是那位苦命的奈拉皇后，戴上一副无形的枷锁。他仿佛在说，你看，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是这样的，你哪怕做得再好，你也超不过她。这种心理战让后宫里的女人们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内卷，她们得模仿富察氏的穿戴，得模仿富察氏的言行，甚至得模仿富察氏的那种低眉顺眼。可这袁健儿已经在地宫里躺着了，再怎么模仿也只是个低劣的复刻版。富察氏用他的死亡完成了一场最成功的职场撤离，把所有的矛盾、所有的不堪都留给了活着的人，而他自己则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最美好的瞬间，成了乾隆爷生命中永远无法触碰，也永远无法否认的最高 KPI。咱们映射到现在的办公室里，您说这种人多不多？有的老员工退休了或者离职了，可他留下的那些规矩，他经手的那些大项目，就像一道鬼影一样飘在公司上空。新来的人做得好了，那是应该的，因为当年老张就是这么干的；做得不好了，那是没学到老张的精髓。这种前任崇拜，其实是管理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故意制造出来的一种厚古薄今的幻象。乾隆爷就是这个幻象的制造大师，他把富察氏抬到了一个神坛的高度，实际上是为了让他自己的权力变得更加神圣不可侵犯。在这玉陵地宫的博弈局里，富察氏看似是赢家，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所有名声，可他也输了，他输掉了一个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自由。他得永远穿着那身沉重的皇后朝服，永远保持那个贤良淑德的微笑，哪怕在那冰冷的棺材里，他也得按照这个白月光的剧本演下去。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富察氏的一辈子，到底是他自个儿选的，还是被这紫禁城的职场洪流给推着走的？在那看似风光无限的白月光外壳下，藏着的是多少个夜晚的彻夜难眠，是多少次想发火却得生生憋回去的委屈。他那2个早夭的儿子，那是他心头最大的窟窿，可他在乾隆面前还得打起精神来安慰这个男人，得装出一副大度坚强的样子。这种职场自律听着都让人心疼。换作是您，如果您得每天戴着个面具生活，还得保证这面具一辈子不掉，这种高管的位子，您敢坐吗？您能坐稳吗？富察氏不仅坐稳了，他还成了这个位子的唯一解释权拥有者。这就导致了后来奈拉皇后的悲剧，因为在这个职场里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模板，任何试图挑战或者改变这个模板的人，都会被乾隆爷这个暴力的老板给撕得粉碎。书讲到这儿，咱得感叹一句，这地宫里的5位主，富察氏是那个打底的，没有他的这个白月光背景，后面那几位皇贵妃的戏也没法唱。可这地宫里头，除了这位高高在上的原配，还有1位主，那是真正的狠角色。他不像富察氏有那么好的出身，他是从这紫禁城的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踩着血水和泪水爬上来的。他就是那位生了嘉庆帝，最后竟然能和富察氏平起平坐的令皇贵妃魏佳氏。这位主是怎么从一个包衣小宫女，在富察氏的阴影下，不但没被压死，
反而开出了一朵最妖艳的富贵花的。他又是靠什么手段让乾隆爷在晚年彻底离不开他，甚至死后还要给他一份跨越阶级的尊荣？话说这玉灵地宫里头，如果说孝贤皇后富察氏是那高不可攀、自带光环的创始合伙人，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位令皇贵妃魏佳氏，可就是大清朝职场史上最牛、最狠，也最不讲道理的底层逆袭教科书。您各位咂摸咂摸，在这等级森严的连口空气都要分个3、6、9等的紫禁城里，一个包衣出身，家里祖祖辈辈给皇家当奴才的小使女，凭什么能一路火花带闪电，越过那些家世显赫的名门闺秀，最后竟然能跟正宫娘娘并排躺在那汉白玉的石床上？这可不是简单的麻雀变凤凰，这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精准到毫秒的职场狩猎。当1928年孙殿英炸开玉灵地宫的时候，那些军阀大兵们瞧见了一幕让所有人后脊梁骨冒凉气的景象：乾隆爷身边的几位主早都化成了枯骨，唯独这位魏佳氏，历经150年，竟然尸身不腐，面目如生，甚至嘴角还挂着那么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你说这事儿邪门不？这哪是简单的生理现象，这分明是这位大清最强打工人临了，还要给这世间留下一个最强悍的职场背影。咱们得把这时光的镜头再往回拧，看看魏佳氏刚入职的时候。那时候的他没背景，没靠山，唯一的身份就是个包衣，说白了就是皇家的家奴。这种身份在后宫的职场生态位里，那是真正的地板砖，谁都能踩上一脚。可魏佳氏这种心气儿高的下人，他深知在这高压锅一样的职场里，光靠一张漂亮脸蛋是活不长久的，你得有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他的竞争力是什么？是那股子能把自己活成老板影子的韧劲儿。他最早是在孝贤皇后身边当差的，您各位瞧瞧这其中的机锋，这就是职场里最高明的贴身观察法。他每天看着乾隆爷怎么宠爱富察氏，看着富察氏怎么说话，怎么走路，怎么拿捏那个贤良淑德的度。他不是在伺候人，他是在复刻，在脑子里一笔一画的临摹乾隆爷最吃哪一套。等富察氏一走，乾隆爷心碎成了渣子。这时候魏佳氏出现了，他不是作为竞争对手出现的，他是作为白月光的某种生命延续出现的。他能精准的在乾隆爷最孤独的时候，递上一杯温度刚刚好的茶，说一句最能勾起旧情却又不显得刻意的话。这种情绪价值的提供，直接让他在乾隆爷心里扎了根。您看这魏佳氏的升职记录，那叫一个步步为营，从贵人到令嫔，再到令妃、令贵妃，最后到统领6宫的皇贵妃，这升迁速度快得让人眼晕。可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是那惊人的生育率。他给乾隆爷生了6个孩子，这在后宫职场里就是最硬的 KPI 产出。您各位咂摸咂摸，10年生6个，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几乎这10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纯粹的生育机器和情感稳定器。在这期间，他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损耗，更要在这虎狼成群的后宫里保住自己的孩子，保住自己的位子。这种高强度的职场输出，换作旁人早就崩溃了，可魏佳氏稳得像尊大佛。他明白，在这个名为大清的集团公司里，老板乾隆爷是个极度自我、极度自恋的人。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伴侣，而是一个能承载他所有情感投射，还能不断产出接班人的完美工具。魏佳氏就把顺从这2个字练到了化境，他从不反驳，从不争辩。老板说东，他绝不往西看一眼，哪怕老板要把他的儿子抱走给别人养，他也能忍着心尖滴血，脸上还得带着那副温柔如水的笑。
这种极致的忍耐和精准的博弈，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职场里，那不就是那种最能熬、最能干，也最懂老板心思的全能秘书长吗？他没有名门望族的底气去跟老板硬刚，所以他选择了最柔软也最致命的打法——化骨绵掌。他把乾隆爷所有的暴力、猜忌、多情，全像海绵吸水一样吸进了自己肚子里。这种人可怕就可怕在，他没有自我，或者说他的自我已经完全和老板的需求重合了。您看那乾隆爷，晚年越来越乖张，越来越难伺候，谁去谁挨骂，唯独到了魏家氏这儿，能得着片刻的清静。这就是魏家氏的不可替代性。他把自己活成了乾隆爷的一味药，没了这味药，乾隆爷就得犯病。所以哪怕他生前没当上皇后，哪怕他出身卑微，乾隆爷在临死前还是得把他接进地宫，让他在那金砖铺地的永恒里继续当他的那个解语花。可您要说这就是魏家氏的全部，那您可太小瞧这位狠角色了。咱们得聊聊这地宫里的排位赛。在玉陵地宫里，魏家氏的棺椁紧紧挨着乾隆爷。您得知道，这时候他虽然被追封为皇后，可名义上他还是那个包衣出身。这在地宫这种极度讲究礼法的地方，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破格提拔。乾隆爷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告，我看中的人，哪怕是奴才出身，我也能让他坐上神坛。这其实是乾隆爷在玩一场权力的游戏，他用魏家氏的上位，狠狠地抽了那些满洲老贵族的脸，也给那位剪发断情的内拉皇后补了最后一刀。魏家氏就是乾隆爷手里最顺手的一杆枪，他生前帮着平定后宫，死后帮着撑起皇权的绝对权威。这种工具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老板觉得提拔你就是提拔他自己，重用你就是重用他的眼光。咱们再回头看看那句尸身不腐的秘密。民间有传闻说，魏家氏是中毒而死，说是乾隆爷为了让他保持容颜，也为了不让他在自己死后乱政，特意赐了毒酒。这种说法虽然没在正史里定论，但您从职场的角度一咂摸，这里头透着的凉气可就重了。一个掌握了老板太多秘密，产出了继承人，又如此深谙人心的下属，老板真的能放心让他在自己死后继续活着吗？在那个残酷的职场森林里，这种被动的忠诚往往是靠剥夺生命来完成的。魏家氏死后的不腐，在那冰冷的墓穴里，更像是一种被制作好的标本，永远维持着乾隆爷喜欢的那个样子。这哪是荣宠啊，这分明是长达100年的囚禁。您看，这真正的职场狠人，往往也是输得最惨的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名声，赢得了儿子的皇位，却唯独丢了自己那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灵魂。这种博弈映射到现在的生意场或者官场上，您难道不觉得心惊吗？多少人为了那个所谓的核心圈子入场券，把自己活成了魏家氏，为了迎合上司的喜好，把自己本来的性格磨平，为了那点子绩效奖励，把自己身体搞垮。到最后，你确实成了老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你也确实住进了大房子，开上了好车，可你回过头瞧瞧，镜子里那个脸带微笑，说话滴水不漏的人，还是你自己吗？你是不是也像魏家氏一样，即便是在梦里，也在揣摩着那份永远做不完的 KPI。 这种成功，说到底是一场把自己卖给体制、卖给强权的交易。魏家氏把这笔交易做到了极致，所以他能进玉陵，所以他能尸身不腐，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件绝对完美的、没有瑕疵的皇家器物。这地宫里的第3位主角，咱们就讲到这儿。魏家氏的逆袭，是底层人的狂欢，也是底层人的悲哀。他在那汉白玉石床上躺着的时候，听着地宫门合上的声音，心里到底是踏实还是荒凉，咱谁也不知道。
可您各位得琢磨，这魏家士能上位，除了他自个儿努力，还得感谢一个人的衬托。那是谁啊？那就是咱们下回书要讲的那位被乾隆爷彻底踢出局，甚至连一张入场券都没捞着的奈拉皇后。如果您说魏家士是职场变色龙，那这位奈拉皇后就是个铁头娃。她放着好好的一把手位子不坐，非要在乾隆爷最得意的时候去剪头发，这又是哪根筋搭错了？这里头藏着的可不是简单的两口子吵架，那是一场关于尊严和底线的血淋淋的职场大溃败。话说这玉灵地宫的大门，对魏家士来说是苦熬一辈子的功德林，可对大清朝的另一位种，那位正经八百册封过的继后乌拉那拉氏来说，那就是一道永远跨不过去，连魂魄都要被拒之门外的鬼门关。您各位上座，咱们把这聊天的调门稍微沉一沉，讲讲这位在乾隆职场博弈局里输得最惨、最透，也最让后世老爷子老太太们唏嘘不已的落难 CEO。 您各位咂摸，一个在皇后位子上坐了15年，陪着乾隆南巡北狩，统领6宫的当家人，死后竟然连个正经的坟头都没有，被硬生生的塞进了一个嫔妃的墓穴里，连张像样的画像都没给留下。这哪是夫妻吵架啊？这简直就是职场上的社会性抹杀。乾隆爷那是恨他恨到了骨子里，不仅要把他从地宫的名单里抠出去，还要从大清朝的历史档案里把这个人的痕迹给抹平了。这就好比一家跨国集团的老总，不仅仅是把副总裁开除了，还要把他在公司所有的打卡记录、照片，甚至是工位上的绿植全部付之一炬，就当这公司从来没来过这么一号人。您说这得是多大的仇，多深的怨？咱们得把那显微镜对准乾隆30年的那场南巡。在那风景如画的杭州，在龙舟水响、丝竹悦耳的档口，这位奈拉皇后竟然做了一件在大清朝职场守则里等同于自杀的举动，她剪头发了。您各位且听真了，这满洲人的规矩，只有国丧或者是至亲去世才能剪发，奈拉皇后这一剪子下去，那是在咒谁死呢？乾隆爷当时就炸了庙了。可咱们得往深里咂摸，一个能在这后宫职场里熬过几十年，斗过无数狠人的老江湖，怎么会突然发了失心疯，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毁前程？这背后其实是一场积压已久的关于企业发展战略和个人尊严底线的终极肉搏战。奈拉皇后是个典型的技术型、原则型高管，她讲究的是规矩，是皇后的体面，是那份不可亵渎的职业操守。可乾隆爷呢？那是到了晚年越来越放飞自我，越来越爱搞那套个人崇拜和风流排场的老板。当奈拉皇后看到乾隆爷要把那些个身份不明，甚至有损皇家体面的女人往后宫里塞的时候，她站出来了。她不是在跟一个丈夫闹别扭，她是在跟这个公司的最高决策者进行一场关于企业文化的正面硬刚。换作是魏家士，肯定会选择顺着老板的性子，把这事儿给圆过去。可奈拉皇后姓乌拉那拉，那是流着老祖宗骄傲血液的女人，她觉得如果连这底线都守不住，那这个皇后的空架子坐着还有什么劲？这种心理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职场里，那就是那些最耿直、最有风骨的中层领导。当他看到老板为了短期利益要牺牲公司长远声誉，或者要搞一些乌烟瘴气的潜规则时，他内心的那种道德感和职业荣誉感就会瞬间爆棚，最后演变成一场鱼死网破的离职演讲。奈拉皇后的那一剪子，就是他递给乾隆爷的一份血淋淋的辞职信。他是在说，既然你把这职场弄得不像样，那我这高管也不干了，咱俩的情分和这份工作的合同打这儿起断了。乾隆爷是什么反应？他那是极度自恋的人，他觉得我给你位子，
给你荣华富贵，你就得像个木头人一样任我摆布，你竟然敢当众挑战我的权威，这是反了你了。于是这位老董事长展现出了他最冷酷、最阴毒的一面。他没有当众废后，因为废后程序太麻烦，容易引起股东大会、朝廷文臣的非议。他玩了一手不废而废。他把奈拉皇后关在冷宫里，收缴了她所有的禁封册宝，剥夺了她作为皇后的一切福利待遇，甚至连伺候她的宫女都给撤了。1年后，那拉皇后在孤独和愤恨中撒手人寰。您猜乾隆爷怎么着？他在打猎呢。听说死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扔出一句冷冰冰的话：丧礼降级，按皇贵妃的标准办。实际上连个嫔的规格都没给足。最狠的是，他严令奈拉皇后的棺木不得入御陵。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地宫里头原本是给这位正宫娘娘留了位子的，可乾隆宁愿让那10床空着，或者后来让魏家氏补上去，也不让奈拉皇后躺进来。这是一种跨越生死的驱逐，是对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羞辱。这种博弈背后的心理拆解，最是让人心寒。乾隆爷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要杀鸡儆猴，是要告诉这后宫、这天下所有人，在这个职场里，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老板的声音；只有一种规则，那就是老板的心情。任何试图讲原则、讲尊严、试图挑战老板权威的行为，哪怕你是皇后的身份，最后的下场也是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职场恐怖主义让后来的妃嫔们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那拉皇后成了这御陵地宫大门外的一缕冤魂，她的存在被彻底格式化了。在乾隆爷晚年编写的史书里，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个疯子，一个不可理喻的怨妇。这就是职场权谋中最卑劣的一招，掌握了解释权。因为死人是不会说话的，所以老板说你是因为什么疯的，你就是因为什么疯的。咱们把这事儿映射到咱们老百姓的生活里，您说有没有那种在家里操持了一辈子，为了这个家呕心沥血的儿媳妇，就因为最后跟公婆或者是丈夫的一场大吵，就被全家人指责为不孝、疯魔，最后连家谱都进不去，连清明节都没人给烧张纸的情况？那拉皇后的遭遇，其实就是千百年来那些在强权和男权下试图守住最后一点自我的女性的集体缩影。她不是不知道后果，她是真的累了，是不想再在那张画皮下演戏了。这种自毁式的抗争虽然惨烈，却也有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力量。在那个讲究顺者昌、逆者亡的职场森林里，那拉皇后是用一种近乎献祭的方式宣告了她作为一个人的最后尊严。您各位咂摸咂摸，当乾隆爷在地宫里左拥右抱着听话的富察氏和温顺的魏家氏时，他在那些个夜深人静、地宫渗水的日子里，会不会偶尔想起那个敢当面剪掉头发，用眼神和他对视，告诉他你错了的女人？我想他是怕的。他之所以要抹掉他，就是因为他不敢面对那个真实的、有血性的自己。他只能通过这种彻底的否定，来维持他那个实权老人的虚假神话。这种老板看似强大到可以主宰生死，实际上内心自卑到了极点。他只敢跟那些被他驯化了的工具人待在一起。话说这御陵地宫的大门里头，除了那2位斗了一辈子的皇后，剩下的3位皇贵妃里，排在首位，也是最让乾隆爷这位大老板心头肉疼的，莫过于那位惠贤皇贵妃高家氏了。您各位且上座，咱们把这乾隆朝初年的那些个职场旧事，像拨拉算盘珠子似的给您细细的数一数。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位高娘娘生前没生过一儿半女，身子骨弱的跟那纸糊的灯笼似的，走2步道都得3个人搀着。搁在咱们现在的职场里，那就是个常年休病假、
产出几乎为零的病秧子员工。按理说，在这讲究母以子贵、讲究开枝散叶的紫禁城里，这种员工早就该被边缘化了。可您瞧瞧，乾隆爷对他那是真的用了心思，不仅生前万般宠溺，死后更是第一批就把他送进了御陵地宫的预留位。这哪是简单的男女之情啊？这背后藏着的是大清朝最高明的职场统战价值和资源置换逻辑。咱们得把那显微镜凑近了，瞧瞧高家氏背后的那个男人，他的父亲水利专家高斌。您各位得明白，在大清朝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黄河水患那就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儿。高斌这人，那是乾隆爷手里最硬的一块砖，哪里漏了往哪儿补，那是真正掌握了核心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实干派高官。乾隆爷是个多精明的主啊！他深知要让这帮子在前线拼命卖力气的技术骨干死心塌地，光给银子是不够的，得给名分，得给恩宠，得把他们的心尖子，也就是那家里的姑奶奶，当成宝贝一样供在后宫里。所以高家氏进这地宫，其实是乾隆爷给高斌发的一份终身荣誉证书。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高干子弟的统战溢价。有时候你在这家公司能待得稳、做得高，不是因为你自个儿多能干，而是因为你背后那个能帮老板解决大麻烦的爹或者资源池还没枯竭。您瞧那乾隆爷对高家氏的那份情，里头透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怜惜。史书上记着，高家氏病重的时候，乾隆爷那是亲自去喂药，甚至为了让他高兴，在他咽气前一刻，火急火燎的下旨晋封她为皇贵妃。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其中的讥讽，这哪是晋封啊？这是在跟阎王爷抢时间，是在给高家一个交代。高家氏就像是那个常年卧病在床，却依然领着高薪的高管，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象征。他不需要有 KPI 产出，他只需要在那儿待着，让前线治水的高斌看着皇上对他闺女这份情，就能感激涕零的在黄河堤坝上多挖2锹土。这种人质式的宠爱，既温情脉脉，又冷酷到底。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您看那些大企业里，有的岗位明明不干活，却偏偏得给某个关系户留着，这就是一种利益的再平衡。高家氏就是乾隆爷手里那颗平衡朝局、安抚重臣最精巧的棋子。可咱们得往高家氏的心里头钻一钻，瞧瞧这位在外人眼里风光无限的病美人，内心深处到底是种什么滋味？在那药香弥漫、死气沉沉的寝宫里，高家氏看着镜子里那张一天天枯萎下去的脸，他能不知道乾隆爷宠他是因为什么吗？他太清楚了。他就像是一个被架在火上烤的标杆，一辈子不能行差踏错，一辈子得维持那个贤德、体弱、需要保护的人设。他没有富察氏那种创始人的底气，也没有魏家氏那种底层爬上来的狠劲儿，他有的只是那点子家族带来的脆弱荣光。这种日子其实就是职场里最难受的金丝笼。你不能辞职，因为你背后记着家族的兴衰；你不能抱怨，因为皇上对你已经是恩宠破格了。这种高压下的心理消耗，恐怕才是他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的真正原因。这种带病提拔，提拔的是名分，损耗的是命。您再瞧瞧这地宫里的位子，惠贤皇贵妃躺在那儿，不仅是因为他爹能治水，还因为乾隆爷需要一个完美初恋的补充版。富察氏是他的原配，是正妻，那是相敬如宾的压力；而高家氏则是他前底旧人里最能激起他保护欲的那个小女人。乾隆爷这种男人极度自恋，他需要有人崇拜他，需要有人依赖他。高家氏的那种病弱，恰恰满足了乾隆爷作为全能拯救者的虚荣心。在职场里，这种员工往往也是老板的心腹，因为他没威胁，
他全身心依赖你，他是你的作品。所以乾隆爷把他带进地宫，其实也是在留存一份他自个儿年轻时的功绩。瞧，我把这么一个柔弱的女人宠了一辈子，我多伟大啊！这种博弈逻辑映射到咱们现在的职场，您就会发现，老板身边往往有两种人能长久，一种是像魏家士那样能出活的，另一种就是像高家士这样能提供情绪满足感且背景深厚的。您说这不公平？这世上哪有绝对的公平？在这紫禁城，在这玉灵地宫里，每一个名额都是精准计算后的结果。高家士的入场券是高斌在黄河水里一泡几十年换来的，是高家士用自个儿几十年的病痛和温顺换来的。这种交换残忍却真实。换作是您，如果您家里有这么大的统战价值，您是愿意在外面自由自在的当个普通人，还是愿意进这红墙里头当一个一辈子没孩子，靠着药罐子续命，死后能进皇陵的精致木偶？咱们得咂摸咂摸这其中的苦涩。当高家士躺进那口沉重的金丝楠木棺材时，他带走的不仅是那些珍珠玛瑙，还有那个时代女性最深沉的无奈。他的荣光是借来的，他的地位是置换来的，他的一辈子其实都是在为父兄的仕途买单。乾隆爷在地宫里给他留了一个离自己很近的位置，那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女人听话，好控制，哪怕到了阴间，他也会继续用那种仰望的眼神看着她。这种跨越生死的掌控欲，才是乾隆爷最可怕的地方。他不仅要你的生前，他还要你的死后；他不仅要你的忠诚，他还要把你变成他辉煌履历里的一行注释。所以说，这惠贤皇贵妃的高位，其实是大清朝职场里一场最成功的人才投资。高斌给皇家卖命，皇家给高家荣耀，这一报还一报，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可这账本里头，唯独漏掉了一个女人作为一个鲜活个体的快乐和尊严。在这阴冷潮湿的地宫里，高家士虽然占了座，可他真的赢了吗？比起那个被抹去痕迹的那拉皇后，她是幸运的；可比起那些能在田间地头晒太阳，哪怕一辈子穷苦却能儿孙绕膝的普通妇人，她又是何其的荒凉。这职场的高位，往往就是用这种最极端的孤独换来的。话说这玉灵地宫里的第4口金棺，里头躺着的种，那可是大清朝职场史上一位极其特殊，甚至带点子悲情先驱色彩的人物，他就是哲敏皇贵妃富察氏。您各位且住，一听这姓氏，您准得纳闷，怎么着，这位跟那位白月光孝贤皇后是一个家里的？哎，您这回可猜着了半边，他们确实都姓富察，可这同姓不同命，里头的尊卑高下，那可是隔着10万8千里呢。孝贤皇后那是满洲正黄旗的嫡系名门，那是总公司的嫡长公主，而这位哲敏皇贵妃，那是包衣出身的侧系旁支，早年在乾隆爷还是个宝亲王，在前邸里当实习生的时候，他就被选进去当了格格。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格格在当年的王府里，名分上也就比使唤丫头高那么一点点，说白了就是第一批陪着老板白手起家的原始股持有人。可这位主的命薄的就像那深秋的冰天子，乾隆爷还没登基，还没来得及给他发那个正式的高管聘书呢，就在登基前的那短短几天里，他竟然莫名其妙的暴毙了。这事儿在那时候的紫禁城，那可是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邪乎气。您说，一个给皇上生了长子永皇、劳苦功高的女人，眼瞅着要大红大紫，要母凭子贵了，怎么就偏偏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这哪是简单的病逝啊，这分明是职场里最让人寒心的红利陷阱。你陪着老板吃尽了苦，等到公司要上市分红的那一天，你却被踢出了局，连口热汤都没喝上。咱们得把这显微镜调好了焦距，
看看哲敏皇贵妃这辈子的职场轨迹。她在钱底那会儿，那是真的不容易。那时候的乾隆还不是说一不二的万岁爷，上头有老爹雍正看着，下头有兄弟们盯着，每一天都活得战战兢兢。哲敏在这个时候进场，他扮演的角色不仅是枕边人，更是那个替老板分担压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提供情绪价值的老员工。他最硬的业绩就是给乾隆生下了皇长子永璜。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皇长子在满人的皇室里意味着什么？那是第一份沉甸甸的家族希望，是老板在继承人博弈中最重要的筹码。可以说，哲敏是用自己的肚子给乾隆在雍正皇帝面前挣足了面子。可职场的残酷就在于，你以为你生了长子就是稳操胜券，其实你是在无形中把自己架到了火上烤。在这场职场博弈局里，长子的生母往往是各方势力盯着的活靶子。咱们看史书上的记载，对他的死语焉不详，只说是病逝。可换作是您，在那个权力交接的最敏感时刻，一个身体一向还算健朗，刚刚产下皇子没几年的女人，怎么就那么巧，偏偏在老板要发大红包的时候，一闭眼就过去了？这里头藏着的是前底时期那场杀人不见血的内部清洗，还是高强度工作下的猝死？咱们不敢乱说，但您能感觉到，这地宫里的第4个位子，其实是乾隆爷用一份迟到了几十年的补偿合同给填上的。您瞧，乾隆爷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追封她为哲妃，后来又一路追加到哲敏皇贵妃。这个敏字，您各位细细品，那是怜悯，是愧疚，更是老板对那种因公殉职老员工的一种公关安抚。乾隆爷心里明白，这个女人没享过他一天的福，没坐过那金銮殿的一把椅子，没戴过那皇后的东珠冠，可她确实是那个陪她度过漫漫长夜的人。所以把她抬进玉陵地宫，那是乾隆爷在给自己立重情重义的人设。他在告诉天下人，瞧见没，即便你走得早，只要你曾经为我卖过命，只要你给我生了长子，我这地宫里永远有你的一口金棺。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延期支付的期权兑现。老板给一个已经离职甚至已经去世的老员工发荣誉勋章，实际上是为了安抚那些还在台上的高管们。你们看，只要忠诚，只要产出，我最后绝不会亏待你们。这种阴间尊荣，其实是乾隆爷做给活人看的一场大型职场秀。可咱们再往深里挖一挖，这哲敏皇贵妃进地宫，背后还牵扯到一个更现实、更血腥的政治算计，那就是皇长子永璜。永璜作为长子，本该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可他在富察皇后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被乾隆爷一顿臭骂，直接剥夺了继承权，没多久就郁郁而终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乾隆爷对永璜的亲妈哲敏这么好，又是追封又是入陵，是不是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平复内心对儿子的那份亏欠？或者说，他是要把哲敏立为一个标杆，以此来压制其他皇子的生母。在这种职场博弈里，每一个死后得到的名分，都是生前没能兑现的欠条。哲敏皇贵妃躺在那儿，就像是乾隆爷的一面道德遮羞墙。他在地宫里给他留个位子，其实是在告诉那个死去的儿子永璜，也在告诉那些盯着皇位的各方势力，我对你妈不薄，咱们两清了。这种职场逻辑，冷得能掉下冰渣子来。你生前没能参与利润分配，死后给你个董事会名誉成员的头衔，这账算的真是精到了骨子里。咱们映射到现在的现实生活中，这种哲敏式的员工其实挺多的。他们是初创公司最辛苦的那批人，没日没夜的加班，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杂的活。可等到公司要做大了，要搞股权激励了，要上市了，
这批人往往因为学历不够、形象不佳，或者是身体垮了，被各种理由边缘化，甚至是在公司上市的前夕被离职。等到老板成了首富，在年会上老泪纵横地提两句当年跟我一起吃泡面的老张，给老张家里送2万块钱慰问金。您说这老张要是泉下有知，是该感激老板没忘了自个儿，还是该恨那场把命都搭进去的创业局？哲敏皇贵妃在玉灵地宫里的这个位子，就是这种老张氏慰问金的最高级别版。他在那金丝楠木的棺材里躺着，那是乾隆爷给他家族的一道免死金牌，也是乾隆爷给自己良心贴的一张膏药。这种博弈是牺牲了个人的一辈子，换来了一个在历史档案馆里被提及的机会。您各位再咂摸咂摸，这哲敏皇贵妃在地宫里的处境，其实也是挺尴尬的。她生前地位不高，死后被强行拔高，最后跟那位嫡系的富察皇后，跟那位权倾朝野的令皇贵妃挤在一个屋檐下。这就好比一个当年的小秘书，死后被老板追封为副总裁，然后把他的骨灰盒跟其他正牌副总裁的放在一个功德堂里。那些生前就自诩高贵的正牌货们，真的能看得起他吗？而他在那阴冷的墓穴里，真的能感觉到那份迟来的荣光吗？我看未必。在这种极度讲究等级的职场环境里，这种跨越阶级的追赠，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作秀。哲敏皇贵妃的悲剧在于，她成了这场秀里最安静也最无可奈何的道具。她没有魏家氏那种能活到最后、笑到最后的运气，也没有那拉皇后那种敢于断发、敢于掀桌子的勇气。她有的只是那份被动的接受和被动的被安葬。换作是您，在职场初创阶段，您是愿意当那个拼了命去拿第一份 KPI 却可能早早出局的哲敏，还是愿意当那个躲在后面等规矩定好了再进场收割的魏家氏？这哲敏皇贵妃的故事，其实是在提醒咱们，职场长跑比的不是谁起步快，而是谁能活得久。你起步再早，你要是倒在了终点线前1米，那所有的辉煌都只能是别人嘴里的谈资和老板用来买名声的筹码。哲敏在这地宫里其实是一尊警示牌，他时刻提醒着后来者，这紫禁城的红墙里，除了恩宠，还有那足以吞噬掉一个鲜活生命的过度劳累和心理压力。书讲到这儿，咱得叹口气。这地宫里的4个女人，有原配的白月光，有逆袭的变色龙，有统战的病美人，还有这赔命的原始股。每一个人的位子都浸透了算计。可您别忘了，这地宫里还躺着最后一位皇贵妃呢。这位种，她不像哲敏这样早死，也不像高家氏那样娇弱，她有一项别人谁都没有的特殊本事，那就是她有着异域的基因，她是带着跨国人才引入的光环进场的。她就是舒家皇贵妃金家氏。这位祖上是朝鲜人的娘娘，又是凭什么在这满汉权力的核心圈里，不但能稳坐高位，还生了一窝个顶个儿聪明的儿子？他又是靠什么样的职场差异化策略，在乾隆爷那儿博得了一席永恒的之地？话说这玉灵地宫里头，前面几位主或是有创始合伙人的白月光加持，或是有底层逆袭的狠辣手腕，又或是靠着技术官僚的家族背景占了座。可这第5口金棺里头躺着的舒家皇贵妃金家氏，她的职场路子跟谁都不一样。他玩的是一手绝妙的跨国人才本土化的高端局。您各位上座，咱们把这眼神往这金娘娘身上聚一聚。您各位咂摸咂摸，这金家氏祖上可不是地道的满洲旗人，那是打朝鲜那边过来的，说是一州人。搁在咱们大清朝这个极度排外、讲究血统纯正的职场圈子里，他这就是典型的跨国派遣员工。这种身份在紫禁城里其实挺尴尬，说你是自己人吧，
你这骨子里流着外邦的血，说你是外人吧，你家祖上又早早投诚了。金家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被这种边缘化的身份给边缘了，反而把这种异域风情转化成了他在这职场博弈里独一份的差异化竞争力。您瞧瞧，这位金娘娘生前那叫一个低调，可这低调里头全是实打实的业绩。她一共给乾隆爷生了4个儿子，个顶个的出挑，其中那个17阿哥永林，后来还成了权倾一时的庆亲王。这在哪家公司里不得算是个顶级的产出大户？可金家氏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在这场职场博弈里，外来户要想进地宫，坐稳这个永恒的位子，光靠生孩子是不够的，你还得学会一种叫做文化融合的处世智慧。咱们把这显微镜对准金家氏平日里的言行举止，您各位琢磨琢磨，一个有着朝鲜血统的女子，在满汉交织的后宫里，她得把自己活得多么精准。她得比满洲旗人更懂满洲的礼数，得比汉人女子更通诗书琴画，她得把这种跨文化的特质融合得像那上好的丝绸一样，看不出半点接缝儿。这种心理深度拆解开来，那就是一种极致的职场生存焦虑。他深知自己没有富察家族那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根基，也没有魏家氏那种能豁出命去博老板欢心的草根狠劲儿。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把自己活成乾隆爷眼里的那道清爽小菜。乾隆爷这人吃惯了大鱼大肉，见惯了那些规矩刻板的格格们，突然瞧见这么一个带着点异国情调，说话办事儿又滴水不漏，懂得分寸的女人，那新鲜感和舒适感是成倍增长的。金家氏在地宫里的这个位子，其实是他用一辈子的零差评服务和高附加值产出换来的。他就像是那种外企派驻到本土的高管，他深谙总部的规则，又能完美融入当地的市场，这种人才，老板怎么舍得放手？死后带进地宫，那是对这种复合型人才最高的职业认可。可这博弈局里头，最扎心的部分往往藏在那些个看不见的角落里。金家氏生了4个儿子，按理说这母凭子贵，她在这场接班人博弈里应该是有很大话语权的。可您瞧瞧，乾隆爷选接班人的时候，压根儿就没往金家氏这几个儿子身上动过真格的。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职场里最隐晦的天花板效应。老板可以给你高薪，可以给你死后的荣光，甚至可以让你进地宫躺在自个儿身边，但这个公司的最高管理权，他是绝对不会交给一个有着外邦血统背景的后代的。金家氏作为一个极其聪明的职场人，他肯定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这后宫几十年，从来不为儿子争权夺利，从来不搞什么小团体、小圈子。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如何让乾隆爷觉得舒心，如何维持那个舒慎家喻的人设上。这种心理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职场里，就是那种非常有能力的部门主管，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顶天了也就是个副总，永远当不了董事长，所以他选择把工作做到极致，把老板伺候到家，换取一个终身荣誉和一份极其丰厚的养老金。金家氏就是这种活明白了的人。他进地宫不是因为他有野心，而是因为他彻底放下了野心，这种无为而治的归属感反倒成了他最强的保命符。咱们再咂摸金家氏去世后的那些个细节。乾隆爷给他定的谥号是舒家，这舒字代表着温婉，这家字代表着赞许，这2个字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份最完美的离职评价手册。在乾隆爷看来，金家氏这辈子没给他添过乱，没让他操过心，还帮他生了一堆优秀的备选人才，这种员工简直就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所以即便他不是皇后，乾隆爷也一定要把他塞进地宫。这其实是乾隆爷在玩一种职场平衡术。
地宫里已经有了原配，有了功臣之女，有了底层逆袭者，再加一个异域风情的跨国人才，这不就显得这位实权老人那是万邦来朝，四海归心吗？金家氏在地宫里的存在，更像是乾隆爷功绩簿上的一颗珍珠，点缀着他那个盛世的神话。换作是您，如果您是金家氏，看着自己的儿子们虽然优秀，却注定与大位无缘，看着自己虽然贵为皇贵妃，却永远隔着一层血统的薄膜，这种在最核心圈子里当点缀的滋味，您能受得了吗？这种职场博弈映射到咱们老百姓的生活里，其实挺有教育意义的。咱们常说知足常乐，可金家氏这种知足是建立在极其清醒的自我认知之上的。他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儿，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儿。他不像奈拉皇后那样非要争个什么尊严和理儿，也不像魏家氏那样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他活得像依水清泉，顺着石头的纹路走，不争先，却也从不落后。这种处世智慧，让他在那个杀人不见血的后宫里，硬是平安顺遂的走到了最后。他死后，乾隆爷对他的怀念里，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愧疚，更多的是一种像老物件一样的亲厚。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上位，才是真正的高手。在这玉陵地宫的冷寂里，金家氏躺在那儿，听着外头的风声雨声，她大概是这5位娘娘里心态最平稳的一个，因为她从来没有期待过那些不属于她的东西，所以她也就没有那种求而不得的痛苦。您各位再咂摸咂摸，这金家氏的儿子永璘，后来虽说没当上皇上，可他成了大清朝最出名的逍遥王爷，还因为想要和珅的那所宅子，也就是后来的恭王府而出了名。这种家庭教育的成功，其实也是金家氏职场智慧的一种延续。他教给儿子的不是去抢那个最危险的位子，而是如何在这个体制内活得滋润，活得体面。这种从职场高管向生活家的华丽转身，其实才是金家氏留给这个家族最宝贵的财富。所以说，金家氏进地宫，那是他应得的。他用自己的不争，赢得了这地宫里最安稳的一席之地。这种佛系职场人的最高境界，不就是死后依然能和最大的老板平起平坐，受着子孙万代的供奉吗？话说这玉陵地宫的大门沉沉合上，里头躺着的是大清朝最尊贵的5位女高管，那是拿到了终身养老合同的顶尖人物。可您各位挪挪步子，跟老书生我往这地宫门外头瞧瞧，那神道两旁立着的10人10兽，那在那冰天雪地里站了一辈子，守了一辈子的内务府包衣和守陵官兵，他们又何尝不是这场盛世葬礼里的陪葬人员？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职场里最扎心的，不是那些在核心圈里斗得你死我活的高层，而是这些连进地宫躺着的资格都没有，却得世世代代把命拴在这冷坟头上的影子员工。咱们常说乾隆爷好大喜功，他不仅要死后有美色环绕，还要死后依然有千军万马替他站岗，有奴才替他烧火做饭，打扫庭院。这神道上的每一块青石板，其实都浸透了这些底层保安队长和后勤保障人员的血泪。在这场跨越生死的博弈局里，他们的忠诚被物化成了一道道沉重的枷锁，让他们在活着的岁月里提前住进了这座没有围墙的坟墓。咱们得把那显微镜对准这些守陵人的日常生活。您各位琢磨琢磨，一个内务府的包衣奴才，可能就因为祖上出过一点岔子，或者就因为被指派到了东陵这差事上，他这一辈子，他儿子的这一辈子，甚至孙子的那份工，就全交代在这荒郊野外了。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被边缘化的异地派驻，而且还是那种没期限、没升迁、没社交的终身放逐。他们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是擦拭那些永远擦不完的石像生，是看守那些永远不能熄灭的长明灯，
是巡逻那些除了风声就是鬼影的荒山。这种心理压力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中，那就是那些在大山深处，在极其枯燥的岗位上默默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他们没有娘娘们那种锦衣玉食，也没有大臣们那种权倾朝野，他们唯一的绩效考核就是不出错。只要这陵寝里的金砖没少一块，只要这祭祀的贡品没缺一个，他们就算完成了这一年的 KPI。这种被极度简化，也被极度压抑的生命状态，才是乾隆爷留给这些陪葬者最残酷的礼物。换作是您，如果您被告知，您和您的子孙后代这辈子唯一的价值就是守护一个死人的安宁，您能稳得住那颗心吗？您能不在那漫长的黑夜里，对着那冷冰冰的石马问一句：我这辈子到底是为了啥？乾隆爷这种老板最擅长的就是用忠诚和组织这两张大饼，把底层的员工给焊死在岗位上。他在位的时候，给这些守陵人发一点微薄的钱粮，给他们一点皇家亲近的虚名，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天子守门，仿佛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光。可您咂摸那其中的寒气，这哪是荣光啊，这是精神上的阉割。他们被剥夺了去外头闯荡的权利，被剥夺了改变阶层的可能，只能在这死气沉沉的陵区里，像那石像生一样，慢慢的长出青苔，慢慢的变得僵硬。咱们再聊聊这守陵人内部的博弈。您以为这荒郊野外就没竞争了？那您可想简单了。这守陵的官员里也有派系，也有打压。谁能负责祭祀时最显眼的那个环节？谁能多分到一斗上好的禄米？谁能在皇上偶尔派人巡查时露个脸？这里头全是心机。这种博弈是那种贫民窟里的内耗，是底层人为了那点子可怜的生存资源进行的肉搏战。乾隆爷在地宫里安安稳稳的躺着，他大概想不到，也压根不在乎，在这座辉煌建筑的地表上，那些为了他而活着的奴才们，正因为一捆柴火、一碗稀粥斗得面红耳赤。这种职场的荒谬感，就在于大家都为一个虚无的目标在拼命，而那个目标的主人早就在地底下化成了灰。映射到现在的企业管理，有些老板特别爱讲奉献，爱讲公司是我家，爱把那些为了工作牺牲了家庭、牺牲了健康的员工树为典型。其实您看，这跟乾隆爷让奴才守陵是一个逻辑，他是在用一种道德的高标来降低他的管理成本。他希望每一个员工都能像那神道上的石像生一样，不要有自己的需求，不要有自己的声音，只要在他需要的时候摆出那个忠诚的姿势就行了。这种保安队长式的牺牲往往是最不被看见的。当1928年孙殿英带着大兵冲进东陵的时候，那些守陵的奴才们在干什么？他们有的早就逃之夭夭，有的则是无能为力的看着祖宗守了一辈子的地盘被炸开。那一刻，所有的忠诚都成了一场笑话。这也告诉咱们，这种建立在压迫和物化基础上的职场忠诚，其实脆弱的像一张纸。您各位再咂摸，这地宫门外的陪葬者里，还有一种特殊的群体，那就是那些被活活困死在这份差事上的技术工匠。修建玉陵，前后花了多少年，动用了多少人力？那些石雕师傅、彩绘师傅，他们在完成作品的那一刻，有的被嘉奖了，有的却因为知道了地宫机关的秘密，而被以各种名目留在了陵区。这虽然不是正史里那种血淋淋的活人殉葬，但在那个时代，这种技术封锁带来的变相囚禁，跟殉葬又有什么区别？他们把一辈子的手艺都奉献给了这漆黑的地下宫殿，可他们的名字连在那砖头上留个记号的权利都没有。这种无名氏的悲哀，才是职场里最深层的绝望。你干了最牛的活，可所有的荣誉都归了那个躺在棺材里的人。这种底层宿命的闭环，
让咱们看清了盛世乾隆背后的阴影。乾隆爷在地宫里享受着五女合葬的浪漫，可这浪漫的基座是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支离破碎，是无数个卑微生命的一辈子颗粒无收。他在那儿玩弄着权力的平衡，把5个娘娘摆弄得服服帖帖，而地宫门外的这些守灵人，就像是这台巨大机器上最不起眼的螺丝钉，被拧死在那儿，直到锈蚀断裂。这种博弈局其实是一场不对等的降维打击。老板有钱有权有时间，他可以规划到死后1000年，而底层员工只有这条命，他们只能规划到明天的早饭在哪儿。换作是您，在这样一个连呼吸都要算计成本的职场环境里，您是会选择像那石马一样忍辱负重，还是会想方设法跳出这个圈子？可在那时候的大清朝，跳出圈子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死亡，所以他们只能忍着，把这种忍耐当成了一种活着的本能。书讲到这儿，咱这玉玲的戏已经唱到了高潮，里头有高层的权力博弈，外头有底层的生存挣扎。可您别忘了，这地宫里头虽然躺着5位娘娘，但这5口棺材围绕着乾隆爷的金棺，这里头其实还有一个更隐秘、更让人心惊胆战的阴间小朝廷。他们生前没斗完的戏，死后在那漆黑一片的地缝里，到底是怎么接着演的？而乾隆爷选出的接班人嘉庆，面对这5个阴间婆婆，又是如何在那风雨飘摇的朝局里下出他自个儿的第一盘棋的？咱们这回书讲到这儿，得先留个悬念。话说这玉陵地宫的神道两旁，风卷着残雪，呜呜咽咽的，像是在替谁招魂。可这地宫里头，那汉白玉的券门后头，却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里头那金砖铺的地，玉石雕的墙，冷得能把人的骨髓都给冻裂了。您各位且请定神，咱们这回不聊外头的虚礼，咱们钻进那漆黑一片的金券里，瞧瞧那5位娘娘跟乾隆爷这尊老佛爷到底是怎么在那地底下排排坐吃果果的。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地宫一共就那么大点地方，正中是一口巨大的金丝楠木金棺，里头躺着那位生前爱写诗、爱盖章、爱管闲事的十全老人，而围绕着他的就是咱们前头聊的那5位各怀心思的女高管。这哪是简单的合葬啊，这分明是乾隆爷在死后还要自个儿手动攒出一个阴间办公室，让这5位性格迥异、背景不同、生前斗得你死我活的女人，在那永恒的黑暗里继续维持着大清朝最虚伪也最森严的职场秩序。这种5女共侍一夫的终极博弈，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职场里，那就是公司倒闭了，清算了，老板还得拉着最核心的几个副总，换个地方接着开那个永远没完没了的闭门会。您说这种陪伴到底是至高无上的宠爱，还是永无止境的惩罚？咱们先从这金棺的位次里头瞧出点门道来。您各位得知道，这地宫里的牌位那是比生前的座次还要讲究。孝贤皇后富察氏，那是雷打不动的躺在乾隆爷的左手边，那是正妻之位，是创始人的尊严。而令皇贵妃魏佳氏，也就是后来的孝仪皇后，即便她生前只是个皇贵妃，死后靠着儿子嘉庆帝的势头，竟然也挤到了乾隆爷的右手边。您瞧瞧，这一左一右，2个女人，一个是白月光，一个是朱砂痣，一个是名门望族，一个是包衣出身。他们生前在那紫禁城的红墙里，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可能压根儿就没打过几个照面，可到了这儿，却得肩并肩的躺着。这种职场格局最是考验人的心态。富察氏那是一辈子讲规矩的人，他要是泉下有知，看着自个儿身边躺着个昔日给自个儿提鞋的包衣奴才，心里头能舒坦吗？而魏佳氏呢，他在那儿躺着，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仿佛在说：
您高贵了一辈子又如何？最后我不还是跟您平起平坐，甚至我的儿子还坐了龙椅。这种跨越生死的职场暗战，才是玉灵地宫里最让人后脊梁发凉的弦外之音。您再往深处咂摸，这剩下的3位皇贵妃、惠贤、舒家、哲敏，他们的棺椁就得往后靠一靠了，那是侧位的从属。这种阶级森严，即便到了阴曹地府，乾隆爷也没打算让他乱了半分。这种博弈逻辑，其实就是一种极度病态的职场依附心理。乾隆爷这种男人，他太自恋了，他觉得这世上所有的美好都应该属于他，活着的他要站着，死了的他也要带走。他把这5个女人塞在一起，实际上是在玩一场关于永恒掌控的游戏。他在地宫的墙壁上刻满了经文，那是梵文的、藏文的，密密麻麻，那是为了保佑他自个儿升天，还是为了超度这些被他困在这里的灵魂？我看啊，那更像是一层层无形的封印。换作是您，如果您是一个追求自由、追求尊严的个体，被告知死后要跟4个同事一起，永远围着那个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老板转，您能不觉得憋屈吗？这种阴间小朝廷的构建，折射出的是乾隆时代最核心的处世哲学，所有的个体价值必须建立在主子的需求之上。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您看那些家族企业，老爷子临走了，非要在遗嘱里定下死规矩，老大管财务，老二管销售，老三管后勤，而且必须得在一个楼里办公，谁也不许分家。这表面上是求个家和万事兴，实际上呢，那是把矛盾给焊死了。那几个兄弟姐妹，几位妯娌，生前就因为那点子蝇头小利斗得跟乌眼青似的，现在还得为了老爷子那份虚无缥缈的家族荣誉强行捆绑在一起。这种强行合群，往往是最大悲剧的开始。玉灵地宫里的这5位娘娘，她们在那金砖底下，听着地缝里渗水的声音，听着彼此棺椁里木材崩裂的微响，在那长达100年的黑暗中，他们到底是在互相慰藉，还是在互相诅咒？这种心理上的肉搏战，比生前的言语交锋要沉重得多。因为生前你还能躲进自个儿的宫院，还能找个借口不见面，可在这儿，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连魂魄都没处躲没处藏。咱们再聊聊这地宫里的物质博弈。孙殿英炸开地宫的时候，发现那些珍宝散落一地。您各位琢磨琢磨，这些陪葬品真的是给这些女人用的吗？在那口冷冰冰的棺材里，金银财宝只能是累赘。可在乾隆爷眼里，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身价标签。富察氏的棺里多一串东珠，魏家氏的脚下多一块美玉，这都是乾隆爷在死前最后一次在心里衡量他们的职场估值。这种被物化的尊荣，其实是对人性最大的嘲弄。他们生前为了这些东西争得头破血流，死后却被这些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博弈映射到职场里，就是那种到了退休年纪还在争名头、争待遇、争那个所谓的终身顾问头衔的人。你争到了，你能带走吗？你只不过是给你的晚辈，给那些看热闹的后生，留下了一段可供嚼舌根的谈资罢了。乾隆爷在地宫里给他们安排的这一切，其实全是为了满足他自个儿那个实权老人的虚荣心。他要让后人瞧瞧，他带走的女人都是什么样的成色，他的死后世界是多么的辉煌。更扎心的是，这地宫里的5个女人，她们虽然躺在一起，可她们的命运却被乾隆爷生前的一道道密旨给割裂了。有些人的家族因为他的入陵而飞黄腾达，比如魏家氏的高官厚人；有些人的家族却因为他的失宠而一蹶不振，比如那位被踢出局的奈拉皇后。这种家族连坐式的职场博弈，让地宫里的女人即便死了，也得提心吊胆。
他们得保佑大清朝的江山永固，得保佑那个选出来的接班人嘉庆帝能一直顺着乾隆爷的遗志走下去。因为一旦政局变了，一旦老板的政策被全盘否定了，他们这些陪葬者的地位也会随之动摇。这种跨越代际的政治投机，让玉陵地宫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纠察战。您说，这地宫里的5个女人，她们在那黑暗中交流的时候，会不会议论嘉庆帝的平庸？会不会叹息大清朝的颓势？在那绝对的安静中，他们才是大清朝盛世余晖下最清醒也最无奈的观察者。换作是您，在这样一个被强行安排的合葬局里，您能守住那份内心的平静吗？您能不在这无边的黑暗中去计较谁的棺材离老板近了那么1寸，谁的随身宝物多了1件？这种处事的纠结，其实就是咱们普通人一辈子也逃不出的名利观。乾隆爷用一座玉陵，把5个女人的灵魂给定在了那儿，让他们成了他权力的最后注脚。这种博弈没有赢家，富察氏赢了名分，输了长久；魏家氏赢了结局，输了生前的尊严；那些皇贵妃们赢了席位，却终究只是配角。而乾隆爷，他以为他赢了永恒，可他没算到，仅仅100年后，就有人会拿着炸药，把他这些精心的安排炸个稀巴烂。话说这玉陵地宫的重重石门，生前锁住了万千春色，死后镇住了无尽贪婪。可这世间最硬的东西，从来不是汉白玉，也不是金丝楠，而是那滚滚而来的时代车轮。您各位且请听这最后一回的醒目声，咱们得把这视线从乾隆爷那阴间办公室的虚幻荣光里拔出来，去瞧瞧那1928年盛夏的一声巨响。那年头，大清朝这块金字招牌早就在风雨里烂成了渣子，那守灵的差事成了没人管的冷灶。而地宫门外头，那个自称孙大麻子的孙殿英，正带着成千上万号大兵，拿着火药和炸药，对着乾隆爷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安宁，露出了最狰狞的牙。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乾隆爷算计了一辈子，算准了谁能进地宫，算准了谁能陪在身边，甚至算准了地宫里的排水和防腐。可他唯独没算准这人心的贪欲，一旦没了皇权的遮羞布，比那地缝里的水还要冷，还要厉。这场盛世终局的肉搏战，哪是什么考古发现啊？这分明是职场平台彻底倒闭后的暴力清算，是那些曾经被物化的尊荣，被神化的权势，在绝对的暴力面前，最后一次现了原形。咱们得把那显微镜凑到那被炸开的缺口上。您各位瞧，当那第4道石门被炸药轰开的一刹那，那曾经在乾隆爷梦里永恒不灭的阴间小朝廷，瞬间就成了大兵们眼里的提款机。那些曾经在地宫里为了一个位子、一份恩宠斗得死去活来的娘娘们，这时候在哪儿呢？他们那金丝楠木的棺材被斧头劈开，他们那曾经被乾隆爷视为私人财产的尸身，被粗鲁地拖拽出来，扔在那冰冷的泥水里。最惨的是乾隆爷自个儿，那具曾经不可一世的骸骨，竟然被大兵们踢来踢去，连那颗号称装满了天下锦绣的脑袋都掉进了污水沟里。您说，这博弈了一辈子，最后博出了个什么结果？这就好比一家跨国集团破产了，老董事长和那些生前风光无限的高管们，被讨债的民工堵在办公室里，连身上的西装都被扒了去抵债。这种职场终局的荒凉感，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就是在警示咱们，不管你在那个平台上爬得有多高，不管你手里攥着多少股份和期权，如果那个平台本身崩塌了，你所有的位次，所有的头衔，所有的所谓终身荣誉，全都是一纸空文。您再咂摸咂摸，这孙殿英盗墓的时候，里头还有一个细节，最是让人心惊。那令皇贵妃魏家氏，也就是嘉庆帝的亲妈，
他那具百年不腐的遗体，在被大兵们从棺材里翻出来，剥去那一身华丽的朝服后，竟然在接触到空气的一瞬间，迅速的发黑塌陷。这种生理上的溃败，其实就是魏家士这一辈子职场人设的终极崩塌。他生前把自己活成了老板喜欢的样子，死后也强行维持着那份不腐的尊容，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那个封闭、虚假、与世隔绝的真空环境里的。一旦现实的冷风吹进来，一旦那个保护他的权力外壳碎了，他所有的精致和体面瞬间就化成了最难看的腐朽。这告诉咱们一个什么样的处世智慧？那就是你如果是靠着依附别人，靠着掩盖真相来维持的完美，那是极其脆弱的。当时代的大潮打过来，那个曾经给你遮风避雨的伞没了，你能不能在那赤裸裸的现实面前还保留一点点作为人的尊严和底色？魏家士没能保住，乾隆爷也没能保住，他们都成了这场暴力清算里的牺牲品。这种博弈映射到咱们现代的职场里，那种平台依赖症其实特别可怕。很多人觉得我在这家大公司里是个总监，我是个专家，我就能永远这么风光下去。于是他拼了命的去争那个办公室的采光好不好，去争那个停车位的次序。可他忘了，他所有的光环都是公司给的。当公司遇到危机，或者当这个行业被时代淘汰的时候，他才发现，离了那个位子，他连自个儿的生计都维持不了。乾隆爷这辈子都在加固他的陵寝，他以为把墙砌厚了，把门关紧了，就能保住他的职场成果。可他没意识到，保护他的不是那几道石门，而是大清朝那份让人敬畏的契约和秩序。当这种秩序瓦解了，他那些金砖，那些珠翠，反倒成了催命符，引来了最贪婪的豺狼。您说，这算计到最后，到底是算计了别人，还是算计了自个儿？咱们再往那废墟深处瞧一瞧，当孙殿英退场，当溥仪派来的那帮子遗老遗少们抹着眼泪来重新安葬的时候，地宫里成了一锅大乱炖。因为股市全乱了，分不清谁是谁，最后只能把乾隆爷和那5位娘娘的残骸胡乱地塞进了同一个棺材里。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简直是老天爷开的最大一个玩笑。生前他们为了为此争得你死我活，死后乾隆爷费尽心思给他们安排了阶级森严的座次，可最后他们竟然以这种最原始、最混乱、最不讲规矩的方式，真正的实现了生同亲，死同学。这种被动的大团结，是对乾隆爷一辈子追求的实权最狠的讽刺。这哪是合葬啊？这分明是权力的废墟，是人性贪婪过后的满地狼藉。在这场博弈的终局里，没有了皇贵妃，没有了皇后，也没有了实权老人，只有几根枯骨在那漆黑的木盒子里互相碰撞。这种终极的平等，来的是那么的惨烈，那么的荒唐。咱们把这事儿映射到咱们普通人的处世之道上。咱们活这一辈子，到底是在争那个位子，还是在争一份内心的自在？您瞧瞧乾隆爷这5位娘娘，有的争到了名分，却丢了命；有的争到了荣宠，却被抹了痕迹；有的活成了标杆，却累了一辈子。到头来，在那孙殿英的一声炮响里，所有的争抢都成了笑谈。这就好比咱们在公交车上为了一个座跟人吵得面红耳赤，结果车到站了，大家都得下车，那个座最后归了谁，重要吗？在这场人生的长跑里，咱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那个暂时的职场排位当成了永恒的生命价值。咱们得学会往后退一步，去看看那个更大的格局。如果您一辈子都在为了进那个玉陵地宫而活，那您的一辈子其实是被囚禁在那几道石门里的。乾隆爷下葬陪葬人员的大权，讲到这儿，算是讲到了根儿上。这一场历经100年的博弈局，其实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照出来的是大清朝最顶级的职场内耗，
照出来的是皇权之下人性的扭曲，更照出来的是咱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名利、地位和死亡时的那份惶恐与不安。咱们咂摸这份文案，不是为了听那些个阴森森的八卦，而是为了看透这世间那些个被包装的天花乱坠的成功背后，到底藏着多少无奈和虚无。这玉灵地宫的门现在还开着，供游客们参观，可里头那份曾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威严，早就随风散了。现在的地宫里没有了娘娘们的叹息，只有相机的快门声。这就告诉咱们，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永恒的，除了那份对自由、对尊严、对真实生活的热爱。从地宫大门的入职面试，到白月光的管理术，从草根的逆袭到那拉皇后的毁灭，再到这最后荒凉的终局，咱们这一路走来，看尽了权力的繁华，也看透了人心的荒凉。换作是您，在听完这10段连环扣之后，您会对自个儿现在的这份职场博弈有个新的认识吗？您是打算接着在那窄窄的胡同里跟人挤，还是打算跳出来去看看那海阔天空？这大清朝的戏讲的是古人，说的是人心。只要这人心里的贪念不灭，这玉灵的戏就永远有人在演。咱们这一辈子的修行，说到底就是怎么在那声爆炸响起之前，给自个儿找一个真正能安放灵魂的地方，而不是去争那个金砖铺地的假象。